2002年，地处中亚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中心的一座年久失修的机棚突然轰然倒塌，机棚下的一架航天飞机连同机体下的火箭被压毁，前苏联唯一曾经执行过无人入轨飞行任务的航天飞机就此消失。这就是前苏联的首架航天飞机暴风雪号。在前苏联航天飞机计划终止9年以后，这个计划最重要的标志性产品也销声匿迹了。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记，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折戟沉沙的前苏联航天飞机计划。其实前苏联的航天飞机计划也在很长的时间都笼罩在浓雾里，尽管现在在俄罗斯、在哈萨克斯坦、在德国还有几架前苏联时期的航天飞机展出，但这些航天飞机其实并不是真正用于入轨发射的产品，只不过是一些技术验证机罢了。前苏联的航天飞机计划最早开始于1970年代初，在那个时候，前苏联的航天部门想研制一款小型的可以重复使用的载人航天器，但在那时，前苏联高层还在希望能够尽早地实现载人登月，挽回在美苏登月竞赛里的一点颜面。直到1974年，在经历了多次失败以后，前苏联的高层不得不终止了载人登月计划，而把航天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了空间站上。就像大家后来看到的，前苏联后来搞出了礼炮系列空间站和和平号空间站，而美国仅发射了天空实验室空间站，后来想搞自由号空间站，结果也变成了现在的国际空间站。相比之下，当时前苏联在空间站方面要远远领先于美国。但是1976年，在获知美国开始搞大型可以重复使用的航天飞机之后，前苏联在军方的影响下认为，美国会使用航天飞机捕捉敌对国家的卫星，如果己方的航天飞机太小，捕获能力就会大为削弱，从而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因而命令航天部门研制类似于美国的大型航天飞机。前苏联的航天飞机计划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在立项之后，前苏联曾经设计建造了大量的缩比模型，以便对设计方案进行优化。由于这些模型的数量实在过多，我在这儿就不一一介绍了。此外，前苏联还为暴风雪号航天飞机研制了大量的技术验证机，在它们当中主要就包括了 OKGLI 技术验证机。这款验证机主要是进行飞行测试，现在呢是在德国施派尔的技术博物馆展出。第二个呢就是 OKTVA， 它主要是一款机械和热力学静态测试机，它现在呢是在莫斯科高尔基公园里展出。第三呢就是 OKM， 这也是一款静态测试机，它目前呢是在拜科努尔航天发射中心展出。第四款呢是 OKMT 技术验证机，它主要用于静态测试，目前存放在拜科努尔被废弃的112 MZK 总装大楼里。第五款呢是 OKTVI 技术验证机，它主要是进行温度和压力的测试，目前存放在莫斯科的某个库房里。第六款呢是 OKKS 技术验证机，它主要用于航天飞机的电气单元和综合测试，目前存放在莫斯科能源号工厂的库房。暴风雪号和它的技术验证机开始建造于1980年。1983年7月，一架1:8的模型 BOR-5 进行了首次亚轨道的测试飞行。从1983年到1989年，这架 BOR-5 总共进行了5次飞行实验。此后，我刚刚还提到的暴风雪号的空中测试机 OKGLI 就在机尾安装了4台喷气式发动机，进行大气层内的飞行测试。现在大家如果去德国施派尔技术博物馆，还能看到这架验证机，那4台喷气式发动机也还安装在机体的尾部。OKGLI 的测试飞行过程是这样的：首先，由4台喷气式发动机推动飞机起飞，在到达预定地点之后，喷气式发动机关机，然后由 OKGLI 以滑翔的姿态返回基地。
OKGRI 的存在让很多人误以为前苏联的航天飞机安装有航空发动机，认为这样的航天飞机如果投入使用，返回的时候在大气层内的机动能力将大大超过美国的航天飞机，从而具有更高的军事价值。我就曾经有过这样的看法，但现在才知道这种看法是完全不正确的。有趣的是，在美国的航天飞机研制过程中，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技术验证机，这就是企业号航天飞机。只不过企业号在进行测试飞行的时候，是由改制过的波音747携带升空以后，再脱离载机进行飞行测试的。OKGRI 总共进行过24次飞行测试，并且被广泛的报道，所以很多人都误把它当成了真正能够入轨的暴风雪号，但其实这是不正确的。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是立在发射架上的美国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和前苏联的暴风雪号航天飞机。单就外观而言，二者是不是非常相似？但其实二者的相似之处仅仅是在外形上，两者在总体设计思路上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让我们先来看看美国的航天飞机。美国的航天飞机其实应该叫做航天飞机系统，主要是由轨道飞行器、外燃料柱箱和2枚固体火箭助推器组成。在这些组成航天飞机的主要部分中，固体火箭助推器其实就是个单级的固体火箭，像星际荣耀的双曲线1号、星河动力的谷神星1号、中科宇航的利剑1号，这些都是固体火箭，只不过它们都是多级的罢了。固体火箭的优点是维护简便、推力大，适合作为运载火箭的1级火箭。而固体火箭的缺点呢，就是比冲低，因而不太适合在太空中的长时间飞行。航天飞机的起飞重量达到了2032吨，而单枚固体火箭助推器的推力就有1275吨。因此，在航天飞机系统发射升空的早期飞行阶段，主要是由固体火箭助推器来推动上升的。当航天飞机升空后约2分钟，助推器的燃料耗尽，就会以外燃料柱箱和轨道飞行器分离。分离后的助推器壳体会以降落伞的方式降落到海面上，由回收船回收，以便再次使用。外燃料柱箱其实就是一个装有液氢和液氧的大罐子，本身是没有发动机的。3台主发动机其实是安装在轨道飞行器上的。外柱箱的主要作用就是为轨道器提供液体燃料。在外柱箱上有管路和轨道器上的主发动机相连。当航天飞机发射后大约 8.5 分钟的时候，外柱箱内的燃料基本耗尽，此时外柱箱就会被丢弃，并在大气层内烧毁。这种设计就使得价格高昂的主发动机可以随同轨道器一起返回地面，从而得到重复使用。NASA 之所以会采用这样的设计方案，是因为当时的火箭回收技术还不成熟，难以满足让庞大的外柱箱和主发动机形成的组合体受控安全的返回要求。可以说，这是一种不得已的设计方案。这样的方案就造成了外柱箱和轨道器的并列布置，而并列布置却存在着重大的安全隐患。这一隐患直到2003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事故才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个事故造成了7名宇航员的牺牲。美国的航天飞机之所以会在2011年全部退役，这个隐患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说了半天美国的航天飞机，让我们回到重点，来看看前苏联的航天飞机和美国的有什么不同。前苏联的航天飞机主要是由轨道器和能源号火箭2部分来组成。能源号火箭是一款重型火箭，由核心级和液体火箭助推器组成。助推器的数量可以根据不同任务的要求而安装2个、4个、6个或者是8个。在执行航天飞机发射任务的时候，能源号火箭安装的是4个助推器。本来前苏联航天飞机的这种总体组成形式
如果再配上合理的布局，是能够避免我前面提到的美国航天飞机的重大安全隐患的。但后来的结果表明，前苏联使用了和美国一样的布局，因而就同样存在着重大的安全隐患。只不过前苏联的航天飞机只进行过一次无人轨道飞行，这一隐患还没有机会得到爆发而已。其实美苏两国航天飞机的性能是非常接近的，至于其中的具体情况，我打在了屏幕上，大家可以看一下屏幕上的表格。我要强调的是，在运载能力上，借助能源号火箭的强大运载能力，前苏联航天飞机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到了30吨，这要大于美国航天飞机的25吨。前苏联的首架航天飞机被命名为暴风雪号，但直到航天飞机计划被终止，它只在1988年进行过一次无人轨道飞行实验。1988年11月15号，暴风雪号航天飞机由能源号运载火箭送上太空。由于这次任务是无人任务，所以在航天飞机上没有安装生命保障系统，也没有为操作台安装软件。在这次任务中，暴风雪号用了3小时26分钟，绕地飞行了2周，最后成功的在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中心的跑道上进行了自动降落。1989年，有关部门曾计划让暴风雪号航天飞机在1993年再进行一次无人飞行实验。这次任务大约会持续15到20天，但最终因为整个航天飞机计划取消而放弃。暴风雪号从此就被遗忘在拜科努尔航天发射中心的一座无人问津的机棚里。2002年5月12号，用于存放暴风雪号航天飞机轨道器和能源号火箭的机棚因为年久失修而倒塌，把暴风雪号砸毁了。一个曾经寄托了无数航天人梦想的结晶，就这样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里。在这次事故中，有8名工人因为身处建筑物的上方而丧生。然而，前苏联航天飞机的悲剧命运还没有结束。解体前的苏联已经负担不起航天飞机计划巨额的研制费用。作为前苏联航天飞机计划2号机的小鸟号和3号机的贝加尔湖号的生产被无限的延后。此时，能源号火箭也处于停产状态。这款火箭从诞生到停产一共只进行过2次发射，而发射暴风雪号就是那最后的一次。1993年6月30号，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正式宣布终止航天飞机计划。小鸟号和 OKMT 验证机就这样被遗忘在了拜科努尔航天发射中心被废弃的112 MZK 总装大楼里。而贝加尔湖号航天飞机则在经过简单整修之后，保存在莫斯科附近的茹科夫斯基飞行博物馆。至于能源号火箭，它的助推器后来化身为天顶号运载火箭，助推器所使用的 RD-170 发动机经过改进，变身成 RD-180 发动机，出口到美国，安装到了阿特拉斯火箭的新级上。另一种变形是 RD-191 发动机，安装到俄罗斯自己的安加拉运载火箭上。此后，俄罗斯还在能源火箭的基础上提出过能源 M、能源2和火神、大力神火箭，但这些火箭都因为没有获得任何订单而没有下文了。就这样，一个曾经雄心勃勃的航天飞机计划，在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切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最终消失在历史中，化成苏俄航天人心中永远的痛。目前，俄罗斯正身处俄乌战争之中，难以脱身。而在美国 ，SpaceX 的星舰正以其远超航天飞机的性能，即将振翅高飞。在 SpaceX 的身后，还有一众商业航天企业跃跃欲试。反观前苏联和俄罗斯的航天飞机，就像一只折断了翅膀的雏鹰，看起来是再也没有飞起来的希望了。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
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